因為第4代將軍足利義持到了後期呢就開始擺爛了，最後就抽籤決定了室町幕府的第6代將軍足利義教。本來呢大家都以為他是個政治妥協之下的弱主，然而他鎮壓了带头挑事的最強大的對手镰倉公方之後，統治力是迅速變強。但因為他得位不正，根基不足，再加上上位之後迅速遭到了挑戰，這就使得他不信任包括臣子地方的大名天皇公家首都市民在內的所有人，反而極力的試圖以殘酷統治的方式來恢復2代前的足利義滿時期的繁榮。那麼為了配合他的豐功偉業，國民們都在承受着巨大的負擔，而他的反對者們，無論是家臣官員、大名公家還是宗教人士，都很容易受到重罰。這段時期被稱為室町幕府的恐怖政治時期。他這樣的恐怖統治，那自然是迅速的失去了家臣們的信任，民間也為他起了浑名万人之惡。那時候已經發展到了朝廷的官員們都會私下議論下一個被足利義教處決的人會是誰。而當時最常被拿出來討論的便是赤松右滿。於是1441年，赤松右滿邀請足利義教到家中做客。那麼在足利義教被圓月表演吸引的時候，赤松右滿突然袭擊暗殺了他，史稱加急之變。足利義教的死帶來了更糟糕的結果，由于他過於集中權力，以至於室町幕府將軍這個職位的權威已經和他自己的強權深度綁定。於是呢，足利義教被家臣暗殺，並且他的死被社會各界所慶祝。這件事直接給足利家的統治合法性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甚至當室町幕府想要組織征討弒君義賊赤松右滿的討伐軍時，竟然鮮有響應，以至於動員失敗。好在實力最強大的守護大名之一的三名持豐出面支持幕府軍，這才花了2個半月鎮壓了赤松氏。而對室町幕府而言呢，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足利義教他至少還有长子足利義盛，雖然年僅9歲吧，但也順理成章的於1442年繼承了室町幕府第7代將軍，至少繼承問題不會引發混亂了。從公家和幕府官員們的日記中可以看出，足利義盛是一位勤於學習、記憶力超群，並且繼承了足利義教的強勢性格的少年。京都各界都期望他能帶來中興，但是即位後僅僅不到1年，1443年，少年將軍足利義盛竟然因為嚴重的腹瀉腹痛直接病死了，而且他到死都未滿10歲，當然還沒有兒子，將軍的地位由他8歲的弟弟足利義政繼承。2代將軍都無法親自執政，再加上輔佐少年将軍親政的流程被打斷，管理們的政治勢力於是迅速擴大，國政的實際執行基本是落入了田山持國和西川勝元2人的手中。1449年，足利義政元服，迎娶了足利義教侧室的孙女日野富子為正室。這位可是不得了的大人物，和北条政子、电电茶茶并稱為日本歷史的3大惡女。2人結婚後呢，很長一段時間都沒能生下繼承人。從足利義教開始，連續在將軍繼承上出問題的室町幕府自然是不能再怠慢了。足利義政於是收養了自己的弟弟足利義氏作為儲君，然後毫無意外的就發生了意外。公元1465年，足利義政和日野富子結婚16年後，生下了長子足利義善。年幼的親生子和培養多年根基深厚的養子，室町幕府就這樣體驗到了100年後豐臣集團同款的煩惱。而且足利義政呢，他成年親政之後，反而有了沉迷的興趣。他天天泡在庭園裡思考新的園林設計方案，對當時已經開始出問題的平民起義和幕府財政困難的問題，都交給大名們自己去處理。那他都這樣了，對更棘手的繼承人問題肯定也是拿不定主意，也打算交給家臣們決定。1467年，将軍繼承和大名權力擴大2個重大問題，終於釀成了日本歷史上最有名的動亂之一——應仁之亂。首先我要說明的是，關於應仁之亂的絕大部分記錄，現在的爭議都很大，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通說。而且因為應仁之亂持續了長達11年，期間京都發生了無數次大火災，也幾乎沒有可靠的一手史料被保留下來，因此下面的內容僅供參考，隨時有可能被推翻。一般認為呢，動亂的起點是日野富子為了讓自己的兒子成為將軍，給足利義政吹枕邊風，要他背叛足利義氏。但是支撐此說的史料跟江湖傳言也差不了多少了。其實除此之外，日野富子也沒有做什麼大事了。日野氏的特殊地位也是足利義政的意思，但是就這一件事，就讓他成了與北條政子和电电茶茶齊名的惡女，可見應仁之亂有多嚴重。當然，嚴肅地說，引爆應仁之亂的矛盾主要有4個，其一是上面的將軍在親子和養子之間不能指定繼承人。其二是當時幾乎是幕府2號人物的管領田山持國，他也有同款的煩惱，不能在能力比較強的養子田山持父和能力不足的親生子田山義就之間決定繼承人。其三是另一個超級豪強斯波氏，
將軍家和田山氏都对继承問題這麼熱情，那施波氏感覺我一點表示都沒有，那也不好啊。那麼施波家的繼承人施波義敏就因為和施波家的一些核心家臣們激烈衝突，而被管理施波義建給廢了，另立養子施波義廉為繼承人。那將軍和三管理4個室町幕府的核心人物中有3個都在亂搞了，那最後一位自然也不能閒着了。此時管理西川政元和最強大的地方大名三民宗权嚴重不和，已經開始準備戰爭了。2人就變成插手了上面3家的繼承權之爭，最終形成了三民宗权支持田山義就、施波義廉、足利義尚和日野父子，西川胜元支持田山持父的兒子田山正常、施波義敏和足利義士的局面。日後称三民宗权的勢力為西軍，而西川胜元的勢力為東軍，兩軍对立的名義是支持各自陣營的将軍繼承人。那麼三管领世侄們重新組隊，互相对立，甚至将軍也加入進去了，室町幕府的体制進入了大混亂。其實說白了，就是幾個核心大家族的繼承权問題引發的騷亂，聽起來只是帝王家定期會發生的事情而已。但是為什麼到了室町幕府這裡，就能引發間接導致政權滅亡的應仁之亂呢？他們難道沒有處理這種常見爭端的經驗嗎？答案是確實沒有。其實在鎌倉時代呢，武家的繼承採用的是分割繼承法，也就是兒子們分別繼承一部分的家產，然後自己去發展。然後南北朝開始，嫡長子繼承制成為了主流，除了繼承人之外，其他的兒子直接降格為家臣。也就是說，日本的武家們確實還沒有習慣嫡長子繼承制之下的繼承權之爭。而室町時代呢，又是相互倾軋的时代，作為武家常常要把家督傳給更有能力的兒子才能生存下來，所以小兒子們对嫡長子一般都是抱有敵意，打敗他就證明了自己更有資格繼承家業。於是呢，就變成了只要前任家督還沒有把話說死，那誰都有可能成為繼承人，然後就有了這些应仁之亂的導火索。這些年來呢，其實從中央到三管領世侄到地方的守護大名們，其實繼承權戰爭非常的頻繁。应仁之亂呢，只是同時涉及了室町幕府權力核心的3個家族的更大規模的爆發。話題回到雙方的鬥爭，室町幕府的政治場上呢，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官職交替迅速，小規模的戰事也是不斷發生。而後雙方尋找合法性，到1467年5月25日，三民宗权自稱得到了天皇的支持，而细川胜元則是自稱得到了将軍的支持，其實双方都是挟持。由于赤松正则加入了东軍，直接進攻三民氏，东軍一度取得了優勢，甚至成功的將天皇和將軍都收入了手中。但是雙方背叛不斷，戰局一直都是非常混亂，誰也不能給對方造成決定性的打擊。戰爭打了一段時間之後，各勢力的戰隊頻繁發生變化之下，已經完全變成了互相拉幫結派，擴大領地。最初的目的已經完全忘了，甚至出現過東軍的統帥西川勝元和東軍擁立的將軍繼承人足利義士2個人反而到西軍去布陣的離奇戰況。這場混戰持續了11年，很多家族都是家督死了之後繼承人繼續打。1473年，西軍的組織者三名持豐和東軍的組織者西川勝元都過世，但是戰爭並沒有停息。1476年底，足利義士向足利義政宣誓效忠，足利義政承諾既往不咎，這成為了雙方停戰的一大信號。而後東西軍逐漸解體，到1477年11月，室町幕府組織了天下靜謐宴會，各方的勢力停戰，沒有勝負。但是戰爭中呢，皇宮和花寓所在內，京都屢遭破壞，城市的機能已經幾乎不能維持了，室町幕府也隨之徹底衰敗下來。应仁之亂的結果還是足利義政的親兒子足利義尚即位，時年只有9歲，由其母日野父子攝政。本來一般呢，應該是由成為大御所的前代将軍來攝政，但是足利義政他又躺平擺爛了，他要求只有發生大事的時候才由自己出面做決定，其他的事情就交給日野父子了。室町幕府的中央運行方式基本是回到了应仁之亂之前的情況，但是日本的社會是因為应仁之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參加應仁之亂的守護大名們都被戰爭掏空了實力，開始難以控制領地了。而在他們出征戰爭的這麼長一段時間，負責代管領地的守護代家族們就逐漸掌握了實權，很多守護代也是在日常交往中得到了國人的支持。從此呢，面對領民的武裝暴動或者是國人一揆，很多守護都已經無力發動自己的勢力去順利鎮壓了。下課上的時代日本戰國已然到來。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我們下期再見。